但你不一样，你五官阴柔邪美，扮男人始终缺少几分阳刚气息，换上女装的话，绝对倾城倾国。你本来就是个女人，来，咱们交换衣服吧。我为了你穿着这一身衣服，可是招摇过市了。你不用穿着女装招摇过市，只需要在你的休息室里换上女装。让我看看你穿女装的模样就行了。战浩宇竟然穿了女装，就还穿着女装跑到他的公司。乔涵上下打量着战浩宇，半晌他忍不住笑了，说到战总穿着女装的样子还挺好看的，就是过于阳刚了。因为我是男人，就算我扮成了女人，也还是像个男人，而你是个女人，就算你扮男人20几年，就依旧还是个女人。乔涵，我也不要求你像我这样穿着女装到处跑了，就在你的休息室，咱们交换一下衣服，你让我看看你穿女装的样子，行吗？我是真的很想知道，你穿女装的样子好不好看？战浩宇说话的同时，眼神深深地锁着他，带着期待。乔涵好笑的道：战浩宇，我不可能穿女装的，不习惯。那你现在穿着女装，你觉得舒服吗？自在吗？你肯定不舒服不自在的。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脱了高跟鞋，提着鞋子跑？战浩宇被他问得哑口无言。他的确不舒服，不习惯，特别想扔了那双高跟鞋。可他是男人呀，我承认我是个女人，不管我扮男人多少年，我都是个女人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，我无法否认啊。但我打小就扮男人，也扮了20几年，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穿衣打扮。你让我换上女装，穿着高跟鞋，戴上假长发或者留长发，我肯定也觉得不舒服不自在的。战浩宇，你若是真的喜欢我，就不应该逼着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战浩宇与他对视了良久后，叹口气，说道：好吧，是我的错。你不喜欢穿女装，不愿意穿高跟鞋，喜欢男人打扮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能借你的休息室用一下吗？把这身衣服换下来。我穿着这长裙，戴着这假发，觉得很不自在。脚下那双高跟鞋，他是分分钟就想甩到大街上去。乔涵大方地道休息室的门没有锁的，你自己进去换衣服，你带着衣服过来换的吧。战浩宇老实的道：带着。哎，我就是穿过来让你看看的呀，就为了你，我是真的什么都能做。乔涵笑了笑，那你进去换吧，换回你的男装，那样自在一点。战浩宇拎着他的衣服进了乔涵的休息室，他进去后并没有关门，反正乔涵不会过来看他的。他的身材如何，那天晚上带着他去洗澡，他已经看过了。在战浩宇进休息室换衣服的时候，乔涵的确没有去偷看，他也没有在工作，而是靠坐在黑色的椅子上，俊美的脸上有着深思。刚看到战浩宇穿着女装走进来的时候，乔涵是看得目瞪口呆的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。明白战浩宇穿女装的原因后，乔涵面上不显，心里的情绪波动是很大的。那为了他也是够拼的了，什么事都敢做。哇，连女装都穿上了，牺牲真大啊。回想起从战浩宇在江城住下来后的这段日子里，他带给他太多喜怒哀乐，让他平静的生活掀起了风浪，却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吧。这气的时候是真被他气死，笑的时候也是真的开心。有一点他可以肯定，战浩宇对他从一开始只是遵从他奶奶的安排接近他，到真的喜欢他，就他的感情变化很明显。略坐了片刻，乔涵起身绕出了办公桌，走向休息室。战浩宇已经换上了他的休闲便服，就是没有鞋子，他的皮鞋在车上。看着那双高跟鞋，战浩宇弯下腰提起来，就想扔进垃圾桶里。
扔它做什么呢？留着呗。这可是战三少爷穿过的高跟鞋啊。乔涵带着调侃的声音传来。战浩宇望过去，发现他倚靠在门身上，双手插放在裤兜里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这身裙子你也别扔，都保管起来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我刚才没有拍下你穿女装带着长发的相片。乔涵一脸的遗憾，他走进来，走到战浩宇的面前，插在裤兜里的双手抽了出来，帮战浩宇整理了一下衣衫啊。你呀，还是穿男装更好看一点，帅，对，帅气，你身材很好，如同男模一样，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很帅气。战浩宇捉住了他帮他整理衣衫的双手，黑眸灼灼地锁着他俊俏的五官，低沉的道：你想拍照吗？那我可以重新换上女装，戴上假发，穿上高跟鞋给你拍照，你想拍多少张都可以。还是算了吧，你这张脸虽说很帅，但是扮女人实在不像。乔涵抽回了手，还放肆地拍了拍战浩宇平坦的胸膛，调侃着这里一点都不像。他想过扮得更像一点的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他虽然脸皮超级无敌厚，但还是觉得有点丢脸的。乔涵弯腰，从床上拿起他放在那里的假发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戴在了他的头上，再捡起那条长裙子。在战浩宇的惊喜眼神中，他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洗手间。很快啊，他就从里面出来。就他只是脱掉了西装服，换上了长裙，就那些假的腹肌他并没有取下来。就是这样，战浩宇也看得直了眼。他知道他长得很美，看他扮男人那样帅气就知道了，就爱慕他的女人比爱慕他大哥的还要多。哇，乔涵见战浩宇看傻了，俏脸微微泛红。他是第一次穿女装，连他父母都没有看到过他穿女装的。他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刚才一冲动就拿起假发戴上，就也穿上了他刚换下来的那条长裙。战浩宇比他健壮一点，他穿着适合他穿的长裙，显得有点宽松，不得已将裙子两边的带子绑紧一点。平时看着他和他一样高，真穿上适合他穿的衣服，裙摆就显得长了点儿。要是他挑一条裙摆，刚好到他脚跟的长裙，他换上可能都要拖地了，就他还是比他高的。战浩宇，乔涵冷着脸叫喊着。战浩宇才回过神来，那他就要上前去。你站在原地别动，拿出你的手机，允许你拍2张相片，我马上就会换回我的衣服，以后我估计都不会再换上女装。战浩宇边掏出手机边说道：好好好，我马上就拍照，你先别换衣服。他赶紧用手机对着他拍照。就他没有化妆，但他天生是个美人胚子，换上了女装，戴上假发，真如他幻想的那样美的倾城倾国。他就一边拍了几个镜头吧。乔涵转身进洗手间去，战浩宇又连忙拍着他的背影，拍下他穿着女装走路的样子，好美。战浩宇拍好了相片后，就脸上的笑意想收起来都收不起来。他反复地看着他的女装照片啊，然后挑了一张最美的设置成他的屏幕图片，这样那他每次用手机都能看到他的美照。他还要放大一点晒出来，然后摆满他的房间，也晒些尺寸小一点的，装在小相框上，然后吊挂在他的钥匙扣上。总之他希望时刻都能看到他的美照。能拍到他的女装照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战浩宇还没有去想他为什么忽然间就肯换上女装给他看了，他只知道他穿女装，估计就是这一次的了，唯一的一次啊。那以后想看到他穿女装很难。经过了今天他穿女装一事，战浩宇也放弃了再逼迫他换回女装的想法。用他的话说，他习惯了扮男人，习惯了这样的穿衣打扮，让他穿女装着高跟鞋太难为他了，他都觉得不舒服、不自在
何必逼着他去做呢？他喜欢他是喜欢他这个人，不是喜欢他穿什么衣服的。不论他穿男装还是女装，他都喜欢他。战浩宇想着，那若是有一天他肯嫁与他为妻，他都可以接受他穿着西装服和他一起办婚礼，让人误会他们是同性恋。反正他知道他不是男人就行。一会儿后，乔涵从洗手间里出来，他手里呢拿着那条长裙以及假发，走过来就将那长裙以及假发扔回给战浩宇。拿回去。好。战浩宇心情愉悦，他接住了裙子和假发，想和乔涵说话，乔涵却快步走出了休息室。肯定是害羞了，战浩宇就笑眯眯地想着，他终于肯为了他穿一次女装，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乔涵对他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嘛。他是喜欢他的，就是他这个人感情内敛，很难看出他对他有情。乔涵刚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那就传来了敲门声。哥，开门。哥，大白天的，你怎么把门反锁了？乔轩的声音隔着门传进来。乔涵一脸黑线的应着，你自己不会开门进来？开不了，你把门反锁了。估计是战浩宇反锁了办公室的大门。不让人进来的吧？知道弟弟是来看热闹的。乔涵叹口气，还是走过去开了锁，然后转身往回走。办公室的大门被乔轩推开了。哥，战浩宇呢？我听说战浩宇竟然扮成了个女人，来咱们公司了是吧？乔轩一副吃瓜的样子。收到这个消息，他马上赶来。想看个正着，战浩宇竟然会穿女装，还骗人说是战浩宇的孪生姐姐。这战家已经几代没有女儿了。哇，战浩宇要是有个孪生姐姐，那别人能不知道啊？战家长辈早就将那个女儿宠上天了。乔涵神色不变，淡冷地问着，你听谁说的？很多人都在说。我收到消息就赶紧上楼来。是不是真的？哥，你看到战浩宇穿女装的样子了吗？美不美？真想不到他为了你竟然会穿上女装，呵呵，笑死我了。哥，你有没有感动？战浩宇对你其实挺好的，哪怕他一开始接近你是因为他奶奶的缘故，后来他对你是真心的了，我能看出来。咱们爸妈是过来人，也能看得出来。你看咱们爸妈对战浩宇多喜欢呀，说明这个人是不错的。爸妈吃的盐比咱们吃的米都要多。爸妈虽说很想你嫁人，主要还是以你的幸福为主。后面这句话乔轩说的特别小声，怕被外面的秘书听见了。姐，你考虑考虑战浩宇，给他一个机会。这句话乔轩说的更小声了。乔涵看着弟弟啊，乔轩，战浩宇给你多少好处了？你为他说话。乔轩嘿嘿地笑着，没有，他没有给我半点好处，说过他了，要重视小舅子路线。他对我还是那样，没有刻意讨好，更不要说给我好处了。我是希望我姐幸福。哇，他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很适合姐。他姐有点沉默寡言的，话不是很多。战浩宇能说会道，两个人在一起取长补短，最是般配了。姐，战浩宇呢？我想看看他穿女装的样子啊。乔轩劝过姐姐后，又回到最初的话题。他是来看热闹的。在他上楼的时候，确定了战浩宇的车子还停在办公大厦前面的。战浩宇并没有离开。小舅子，很不好意思，你的消息不够灵通呀。我都来了这么久，你才收到消息赶来。战浩宇的声音敲进了乔轩的耳里。就他本能的往门口的方向看去，看到办公室大门紧闭着，他又扭过头去，才看到战浩宇从他姐的休息室里走出来。乔轩瞪大眼，还故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说道：哥，我怀疑我的眼睛有问题。
怎么会看到战浩宇从你的休息室里出来？乔涵淡冷的道：是他。哥。乔轩八卦的探过半截身子去，凑到姐姐的面前，就问着你们俩在休息室里做了什么。一落就遭到他姐的敲打。乔轩被打了也不生气，他站直身子，摸着被姐姐敲打的地方，嘿嘿的笑。很快他又看向走过来的战浩宇，见战浩宇不像大家说的那样穿着长裙，戴着假发，他问：不是说你扮成女人了吗？你和我哥的对弈，你输了吧？你决定当那个受。战浩宇低笑：你姐要是想要主导权，我很乐意配合她。乔涵瞪向他，战浩宇赶紧说道：阿涵，是你弟先挑起这个话题的，妥妥的妻管严。哦，还不是妻呢。乔轩哈哈的笑道：姐，你看他凡事都以你为主。闭嘴！乔涵斥着弟弟。乔轩摸着鼻子笑，不过笑的就不敢那么放肆了。乔涵也瞪了战浩宇两眼，战浩宇冲着他嘿嘿的笑，任凭他瞪他，他也不生气。战浩宇，大家都说你扮成了女人过来，我是不相信你能为了我姐做到这种地步的，要不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下？战浩宇看着乔涵，答道：我不需要向你证明，只要你姐相信我就行。乔轩一把搂住了战浩宇的肩膀，搂着战浩宇走向沙发，边走边说道：我可是你未来的小舅子，也穿给我看看，你又不会少块肉。别人都看到了，我没有看到，太可惜。战浩宇拿开他的手，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下来。你没有眼福，怪得了谁？除非你姐想看，否则我都不会再穿女装。乔涵已经满足了他的愿望，他以后也不会再穿女装。这件事上对他纠缠不休，就不管乔轩怎么说，战浩宇就是不答应再扮女人。乔轩很遗憾地问着姐姐，他扮女人的样子，姐可有拍下来啊？乔涵坐回了自己的办公桌，重新忙碌着。听到弟弟的问话，他头都不抬，淡冷的道：没有。他穿女装戴假发的样子，他已经烙入了心底。无需拍照，不像战浩宇还要拍照保存。战浩宇是想保存下来，因为乔涵是女人，以后还是有可能会恢复女人身份的。他却是货真价实的男人。乔涵没有拍照保存，可能还有其他考虑，就不想留下他的笑柄吧。姐，你怎么就不拍照呢？我想看呀。乔涵依旧是淡淡冷冷的，他说道：你外面一大堆的女人，想看什么样的美女没有？她扮女装一点都不美，我怕你看了会影响你的审美观。乔轩看看战浩宇长这么帅，扮女人不好看。战浩宇嘿嘿的笑，我这阳刚气息重吗？乔轩哑口无言。他姐扮男人可以很帅，但是战浩宇扮女人却未必会美，磨不到战浩宇在穿女装，乔轩只得失败而归。战浩宇留在乔涵的办公室里。不久后，秘书敲门而入：乔总，任总来了。任总是乔氏的重要客户，每次两家公司谈项目合作，都是乔涵亲自出马，可见乔氏有多看重与任氏的合作了。快请任总啊！乔涵立即停止工作，放下了笔，人跟着起身，绕出了办公桌，大步地朝办公室门口走去。秘书很快请着任总以及他的秘书一起进来。乔总，任总，两位大总裁握了握手。任总看到了战浩宇，战浩宇适时地站起来，客气地问好。任总，战总也在啊。任总也是客气地回了句。他看了战浩宇两眼，又看向乔涵，眼底有着对乔涵的同情。乔涵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青年才俊，他若是有女儿年龄适合的，都想撮合女儿和乔涵呢。没想到乔涵会倒霉催的，被战浩宇缠上了。
战浩宇也是够厚脸皮的，乔涵明明白白的说过他不喜欢同性的，战浩宇还是死缠烂打。听说乔涵的那些爱慕者都争不过战浩宇，一个个都败下阵来，主要是他们没有战浩宇那样无耻，乔涵又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，故而那些爱慕乔涵的女人都对战浩宇恨得牙痒痒的，又拿他没有办法。我在等乔总下班，晚上一起吃饭。战浩宇知道任总看他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，就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大家都以为他同性恋，却不知道他们都被乔涵骗了。阿涵，我到隔壁的贵宾室等着。不打扰你和任总谈生意。战浩宇体贴地对乔涵说道，然后自顾自地走出去，去了隔壁的贵宾室。等战浩宇走后呢，乔涵请着任总在沙发前坐下，这任总坐的位置恰好是战浩宇刚才坐的地方。战浩宇穿着过来的长裙以及高跟鞋都塞在一个袋子里，就袋子也放在他坐的位置上。任总这样一坐，就看到了袋子里的裙子和高跟鞋。乔涵连忙拿过袋子，随手塞放在茶几下面。乔总，我知道那是你和战总的私事，但我还是厚着脸皮说几句话。我觉得你对战总还是太宽容了，你是个正常的男人，并不喜欢同性恋，就要坚决拒绝到底。不要给战总任何机会。任总多嘴地说道。乔涵苦笑的道，任总是没有和战总打过交道，不知道他有多馋。我不是没有尝试过拒绝到底，这法子不顶用呀。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坚决拒绝的，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就是战奶奶，给战浩宇挑的媳妇人选。后来知道了，他死了那条拒绝的心，主要是拒绝不了。战浩宇那家伙太难缠啊，就他没有遇到过那么难缠的男人。还有一点，他的父母很喜欢战浩宇，知道他是战奶奶相中的孙媳妇，欢喜得很。一家4口人，父母以及弟弟都是站在战浩宇那一边，合力的想将她嫁给战浩宇。她等于是被家人和战浩宇里外夹攻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她哪里是战浩宇的对手呀？那相处的时间长了，乔涵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清楚他对战浩宇已经有点感情的了，否则刚才也不会为了满足战浩宇的愿望换上了女装。除了小时候，连他的父母都没有看过他穿女装的了，他肯为了战浩宇换女装，说明他是喜欢战浩宇的。任总支招说到，乔总想摆脱战总，让战总死心，最有用的法子就是乔总找个女朋友，谈一段时间恋爱再结婚，战总就会死心的了。乔总有很多爱慕者，但是乔总一直不给他们半点机会，战总就会以为乔总不喜欢女人，所以他不死心才会一直缠着乔总的。乔涵沉默了半晌后，笑了笑说道，任总，我们谈正事。她是女人，怎么能和女人谈恋爱？那不是害人吗？战浩宇公开追求她，让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他被战浩宇缠上了。那些爱慕他的女孩子斗不过战浩宇，慢慢的就会对他死心。等到他女人身份公开了，那些女孩子也不会伤心难过。算是就他们一回吧。等乔涵和任总谈完了生意上的事，已经到了傍晚。任总，合作愉快。乔涵起身和任总握手，任总边与他握手边笑着，合作愉快呀。任总，一起吃顿饭，我请客。乔涵看了时间，邀请任总一起用餐，任总婉拒了。他歉意的道，谢谢乔总，改天吧，我今晚得回家吃饭。是我和妻子结婚15周年纪念日，那是需要回家陪陪太太的。改天再请任总吃饭吧。乔涵没有勉强，他亲自送着任总出办公室，并送到了1楼。乔总不用再送了，再见。那任总在办公大厦门口停下来，不让乔涵再送。
乔涵站在那里，目送着任总离去，看到任总的车子驶出了乔氏集团，他才转身往回走。乔总，乔总。到了下班时间，大家都往外走，就唯独乔涵是往里走的。见到他的人都恭敬地问好，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敏感了。乔涵总觉得大家向他问好时，就看他的眼神带着点古怪，想起还在顶楼贵宾室等着的战浩宇。乔涵在心里叹口气，大家会那样看他一点都不奇怪啊，都是战浩宇造成的啊。扮成个女人招摇过市，跑到公司来找他，被那么多人看到，早就传遍了公司每一个角落吧。哥，乔轩刚好下楼来，看到往回走的姐姐，他停下来叫了一声：“任总走了？”乔轩问着。乔涵嗯了一声，看到他已经脱掉了西装外套，问他：“哇，晚上又去哪里？”红颜知己要去逛街购物，约我陪他去，就是当个免费的搬运工。音落就被他姐姐瞪着，乔涵低斥着弟弟有这个闲心啊，就好好的找个好女人相处相处，不要老说红颜知己的，坏了你的名声。外面的人都说你是个花花公子，你对那些知己又没有爱情，多冤呀。像他知道自己是女人，不能接受女孩子的感情，不管对方出身多高贵，他都不接受，不给对方半点机会。曾经有一位爱慕者，家里是有暗黑势力的，看上他，对他死缠烂打了很长时间，甚至对方的父兄向他施加了压力，对他软硬兼施的，甚至拿乔氏集团开刀，他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，不愿意给对方机会，因为她是女人，无法娶一个女人为妻。哥，我先走，你赶紧上楼去哈，别让战总久等了。乔轩最怕姐姐唠叨他红颜知己一大堆的，姐姐一说他呢，他就赶紧跑了。乔涵看着逃命似的跑掉的弟弟，俊脸一片黑，却拿弟弟无可奈何。感情的事无法勉强。乔轩对那些红颜知己没有男女之情，说他也没有用。他帮弟弟看上的凤晴，弟弟又不喜欢。况且凤晴对他弟弟也没有那种感觉。10分钟后，乔涵回到了顶楼，秘书还没有走，看到他回来，提醒他：乔总、战总还在贵宾室里啊。我知道了，晚上的行程取消，你先下班。好。听到乔涵说晚上的行程取消，秘书有着压抑不住的开心，因为乔涵晚上不应酬，他这个秘书也能休息一个晚上，可以陪陪女朋友了。身为乔总的秘书，工作繁忙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女友约过分，女朋友对他都有意见了。乔涵吩咐秘书取消晚上的行程后，走到贵宾室门口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看到战浩宇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手端着一杯茶，一边手翻阅着铺摆在茶几上的报纸，神情悠然自得，没有半点等得不耐烦。察觉到有人进来了，战浩宇抬头望去，见是乔涵。他放下了茶杯，起身走向乔涵，关心地问着：“哎，谈完生意了，怎么样？”乔涵应着：“我们乔氏与认识的合作本来就谈得七七八八的了，今天任总过来洽谈了一下午，谈妥了，合作愉快。”战浩宇向他道喜：“恭喜你。”乔涵心情愉悦：“谢谢。”看一眼他刚才在看的报纸以及喝的茶水，问他在看报纸。看看报纸，喝喝茶，等着心爱的女人下班。我觉得我的小日子真不错。乔涵瞪着他：“谁是你的女人了？你是我心爱的女人，我没有说错。”他听错了，反应的有点快。下班了吧？看到他哑口无言的样子，战浩宇觉得自己又占了上风。他好心情地牵起他的手，被他甩开，他再牵，还用了点力道，不让他挣脱。战浩宇，这里是乔氏集团，
在我的公司里。乔涵严肃地提醒他，他强硬地再次甩开他的手。在他还想伸手过来时，他警告地道：小心我给你来一记过肩摔，把我摔伤了，你还得照顾我。谁会照顾你？被摔着也是活该。乔涵扭身往门口走去，我回家陪我爸妈吃饭啊。本来他晚上有应酬的，就为了这个家伙，他让秘书取消了晚上的行程。闻言，那战浩宇立即笑嘻嘻地跟上他的脚步，笑嘻嘻地道：我怪想乔叔和阿姨的，跟你一起回去陪他们吃饭。乔涵就懒得回应他，他脸皮厚得很，能天天跑到他家里蹭饭吃。对了，有件事忘记跟你说了。战浩宇追着乔涵出了贵宾室，见乔涵回办公室，他也跟着边走边拿出一份请柬。乔涵头也不回，低沉地问他：什么事？说吧，我听着。战浩宇直接将那份请柬递给乔涵，乔涵就停下脚步看了他两眼，视线落在请柬上，问他这是什么。我大哥大嫂要提前办婚礼，这是他们邀请你们一家人过去喝喜酒的请柬，本来是让别人给你送来的，那我知道后就亲自跑这一趟了。他也是换下了女装，摸到了请柬，才记起这件重要的事情。听说是战印和海童办婚礼的请柬。乔涵接过来，打开来看了一遍后，说道：知道了，我会在婚礼当天过去，可以提前2天过去。我们家不愁没地方住，能安排你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客住下。乔涵拿着请柬回到办公桌前，收拾好桌面，又拿了什么，才和战浩宇一起往外走。他边走边说道：我只能挤出1天的时间，上次苏南结婚，你们一家人都在管城待了2天的。乔涵默了默后说道：那我这几天加班加点，看看能不能挤出2-3天时间参加你大哥的婚礼。战少的婚礼他肯定要去参加的，就是待在管城的时间长短问题。战浩宇听乔涵这样说，又心疼他要加班加点，心疼他会累着，连忙说那还是算了吧，就婚礼当天你过去喝杯喜酒可以了。本来想你在管城待几天，我带你到处玩玩的，你去哪里我就在哪里，回江城陪着你也可以，不必非在管城。乔涵脸黑黑的说你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用干了，你大哥还放心将你们战氏集团的餐饮业交给你接手，哪天你们战氏的餐饮业被挤出圈去，就是你的责任，天天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的。他对他死缠烂打的劲头用去经商，绝对能成为商界大佬。战浩宇，我已经是商界大佬了，我战氏集团涉及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稳定的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完全不管事。酒店有要紧事，我也会处理。战浩宇总是一脸笑，让乔涵很想狠狠地捏他的脸，咬他看他还笑不笑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追妻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我要是追不到你，今年过年都不能回悠悠山庄过年，我奶奶真会把我赶出来的。阿涵，到时候我被奶奶赶出家门了，你可要收留我呀，我就在你家里住下，吃年夜饭了。战浩宇忽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。现在是10月，这离过年也不远了。看乔涵的样子，他在年前是无法让乔涵嫁给他的，连订婚的希望都不大。要是奶奶真的将他赶出来，不让他在家里过年，他就拖着行李投奔乔涵了。在乔家住下，在乔家过年。乔叔和阿姨会很开心的。乔涵一脸黑线。电梯门开了，他直接进去。在战浩宇要进来的时候，他忽然用力一推，就将战浩宇推得往后退，还跌坐在地上。他迅速地关上电梯门，总算呢耳根清净了。阿涵，阿涵！战浩宇从地上爬站起来，扑向电梯门，已经太晚了，出手也不打声招呼就把我推出来了。
战浩宇虽然被推出来，却不生气。下一刻呢，他赶紧跑楼梯下去，跑了2层楼的楼梯，才跑回到电梯口，坐着其他电梯下1楼。那乔氏集团能上到顶层的电梯只有1层，其他电梯上不到顶层。想上顶层就需要走一点楼梯。乔涵知道那样推一把，无法真正甩掉战浩宇。况且他还跟战浩宇说了，就他是回家陪父母吃饭。战浩宇会直接杀到他家里去。不过能让自己耳根短暂间的清静。那家伙话太多，有时候他会被他的话逗乐，有时候又会被他气死。不过和他在一起呢，他就觉得很轻松，可能是他知道他是女人的原因吧。在战浩宇面前，乔涵就不用小心翼翼，担心别人知道他的女人身份。战浩宇追出来时，乔涵的专车在几辆保镖车的护送下，驶出了乔氏集团。他倒也不着急，知道乔涵是回乔家大宅，他直接开车过去变形。战浩宇先去买了很多东西，每次去乔家，他都要大包小包的。乔涵在半路上呢，遇到了凤晴，凤晴的车子抛锚了，他下车检查了一遍，也找不出原因。车上的乔涵看到他后，让司机停车。凤小姐怎么了？车子出问题？乔涵按下车窗，问着凤晴。凤晴听到问话声，看过来，见是乔涵，他走过来，车子突然间就抛锚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让我的司机帮你瞧瞧。乔涵吩咐司机下车，帮凤晴检查一下车子抛锚的原因。他请的司机不仅成熟沉稳，车技好，也会修车。乔涵也下了车，他一下车，那他的保镖团自然也跟着呀。司机帮凤晴检查过后，对凤晴说道：“凤小姐，你联系 4S 店的人过来帮你拖车吧。我是会修车，但我带着的工具不足，无法帮你修好。没事，我已经联系了 4S 店的人过来帮我拖车去修。”就凤晴在遇到乔涵时就联系 4S 店的人了。司机看着他欲言又止的，乔涵和凤晴都没有错过司机的神色。乔涵严肃的道：“有什么话直说。大少爷，那凤小姐的车子应该是被人动了手脚的。”乔涵眼神深沉，凤晴却神色不变，可能他早就猜到了吧。司机谨慎的道：“对方只想让凤小姐的车子在半路上走不了。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呀。一般人在别人的车子上动手脚，都是想让对方出车祸，制造死于车祸意外的表象。像凤晴遇到的这种情况倒是不多，那对方可能并不想要凤晴的命吧，只想整治一下凤晴。乔涵看着凤晴，凤晴呢先向司机道谢，然后对乔涵说道：“我现在需要赶去你们乔氏的广元大酒店见一位重要的客户，那位客户很重时间观念，我若是迟到了，客户对我印象就会很差，不会再给我机会与他谈生意啊。这个项目也是我妈看中的，若是因为我迟到而错失合作，我妈肯定会骂我，甚至降我的职。”乔涵明白了，他对凤晴说道：“我现在就送你去酒店，还来得及吗？”凤晴看了看时间，说道：“不堵车的话，应该来得及。你上车，我送你过去。你的车，我让人在这里帮你看着，等 4S 店的人过来拖车。”乔涵愿意帮忙，凤晴也不客气，他边向乔涵道谢，边回到自己的车上拿了资料，然后跟着乔涵上车。乔涵温沉的道：“咱们也算是朋友，你遇到了困难，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？”他一向欣赏凤晴，撇开凤家的情况，他觉得凤晴很适合乔轩的，可惜那个臭小子不喜欢凤晴。缘分这东西真不好说，感情也不能勉强，那爱就是爱，不爱就不爱。凤晴运气不算差，一路上虽然有些路段堵车的，
却很快就能过去。乔涵的司机开车又快又稳。赶到广元大酒店的时候，距离凤晴和客户约见的时间还有5分钟。凤晴边下车边对乔涵说道：“乔总，我现在赶时间，暂时不好酬谢你，改天请你吃饭，我先进去了。”乔涵莞尔：“凤小姐不用客气，加油。”凤晴向他道了谢，就赶紧冲进了酒店。